第5次接亲了，傅西城，你还是不来是吗？这是第5次婚礼接亲，等到婚礼即将开始，未婚夫和闺蜜又都没找了。抱歉，临时出差，这次婚礼也改期吧。实在不行，你也自己完成婚礼。你走慢些，小心摔着。你说他现在是不是还穿婚纱傻等着呢？婚礼流程，他们永远有聊不完的事，我的问题从来没人回应。我好像始终都是被忽视的那一个人。爱像是一场小雨，淅沥沥淅沥沥滴入我回忆。抱歉啊，阿武，今天律所临时有工作，不能做你的伴娘了，下次一定。抱歉，临时要出差，这次婚礼也改期吧。实在不行，你也可以自己完成婚礼。我和他们之间，好像永远是被忽视的那一个。清晨的夕阳和你，一切都刚刚好。我们不愧是默契的浪漫疯子。既然如此，婚礼给你，新郎也给你。阿蛙，我可以解释，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7天后，我会带着你想要的科研成果，来京北入职你的公司。真是便宜那小子了，能娶到那么漂亮的阿武。要是我是男的，肯定娶你，还轮得到他？许小姐，时间已经过了，还是和之前一样改期吗？不了，没有下次了。许小姐，你的婚礼策划办的年卡不办钱可退不了，不再认真考虑了吗？你和傅先生恋爱8年，有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。问题就出在他身上，所以我解决他。等以后有钱了，我给你买最贵的钻戒。随手带的，没特意准备。婉莹，你买的登山服怎么没有我的呀？你身体不好，哪能爬山啊？这登山服打折非2件起卖，我才买的，正好他身强体壮，能和我去拉练一下。你为什么要去评论那句话？婉莹就因为你的评论，让我把工作推了回来找你，你就不能让我们省点心？你出差在梧桐山顶出差，还是你觉得我是个傻的？面对99条你们暧昧不清的动态，能继续装傻？阿网，爬山只是我担心他一个人去不安全，出差也是真的，你别总蛮不讲理。傅熙然，当年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还在加班让我别闹了，现在你说怕他爬山不安全。傅熙然，我们分手吧。徐之遥，你真天真，你这种家庭条件，离开我以后，谁还会像我一样一直迁就你？抱歉，我一时冲动，无意说的。越是无意，越是真心。你忘了你曾经的承诺吗？
有我在，绝不会让你受伤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阿乌，我会和你妈妈一样爱你。阿乌，谢谢你愿意做我的朋友，我会用一辈子报答你。以后我罩着你。难道你因为我陪你闺蜜去爬山闹分手，婚都不结了？是，傅夕颜，因为我要走。阿乌，你没事就好，我就怕你想不开做傻事，立马回来了。我们3个不一直是铁血朋友吗？那些动态就是朋友之举，你别多想。你不会还真信防火防盗防闺蜜吧？我怎么可能抢你男人？我信你了，我和你们也到此为止。今天婚礼没办成是我的错，那明天办好吗？你别生气了。明天是我妈的忌日，宋阿姨，你忘了是吗？我只是忘了。你只是忘了，我妈把你当亲女儿疼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抢了她的女婿，连她的忌日都记不住。宋婉莹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们工作很忙，忘记很正常，不是每个人都和你一样游手好闲。你有必要拿这些陈年旧账出来羞辱婉莹？许之言，你现在像个泼妇，想结婚想疯了。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，现在我走就是了。地上的碎片先别管了，我去找他。半夜不安全，你好好冷静一下。傅夕颜，你走吧，房子我会卖了，以后都不用回来了。许之王，你发什么疯？都说了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还想怎样？我没想怎样，我们分手了，婚房不该卖吗？你总说担心他的安危，现在你可以搬过去，无时无刻保护他了，你不满意吗？你继续作吧，我等着看你到最后可怜巴巴求我娶你，简直是不可理喻。不会了，我要走了。行，这次要离家出走就走远点，我没心情找你。为什么把那些东西烧了？这不是你最宝贝的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不是。阿五，这是我给你折的999只千羽鹤，还有我用第一笔工资给你买的手镯。阿武，这是我给你写的第99封情书。阿武，你做这些不就是想要一个解释吗？我陪他去做的那些事只是朋友之间会做的，你觉得我们对不起你，可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越界行为。够了，你不用解释了，反正我已经要走了，不重要。要去京北出差，那等你回来再商量下次婚礼时间。如果我不回来了呢？别闹了，我有点累了，先进屋睡会儿。房子就按你说的卖，钱打我账户就行。许小姐，这可是你的婚房，真要卖啊？我以后不在港城了，他也不会回来这个家了，卖了。我要给你一个安稳的家，天涯海角你都有落实处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给婉莹留个容身之地，你也要生气啊？阿武，你还在生我气吗？东太真的是发着玩的，我和他一清二白。我不想在这里和你吵一架，你走。她就是我妹妹，谁再胡说八道，我撕烂她嘴。小莹和阿燕工作忙，我理解，你不要怪他们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爱你了，阿武一定不要生他们的气。宋婉莹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敢说一清二白吗？
你敢对着我妈妈的墓碑发誓你不爱她吗？你们真贱！够了，许之窝，我已经很给你脸了。如果不是念在以前的情分上，我早就和他公开了。至于2年地下恋嘛，我贱在哪儿？爱一个人有错吗？你不爱他，贱的是你。阿武，你没完没了了！他好心推了工作来看你妈，你还不依不饶！渣男贱女，天造地设，我成全你们。许之窝，我们早就不欠你了，你没必要在这阴阳怪气的。第三者本来就是你。别说了，婉莹。我和阿言早就在海外确认了伴侣关系，我才是那段关系里被他承认的人，你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那个。我会和你解释，你等我。不，我再也不等你了。从此云卷云舒的港城在我身后，而我永不回头。从今天起，港城的一切都留在那儿了。一杯咖啡，谢谢。许小姐您好，您之前委托我们挂牌的那套海景婚房，今天有买家出了全款，想要尽快过户。不过我们还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，价格合适就可以，直接走流程吧。好的，许小姐。不过傅先生昨天也来过电话，问起过这套房子的产权，我们按照规定核查过，这套房是您全款购买并单独登记，所有出资证明和产权登记都只有您一个人的名字，出售确实只需要您本人签字确认即可。合同发到我的电子邮样，我用电子签名授权。阿言，你都打了一上午了，阿武可能只是在气头上，故意不接电话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喝口水吧。他以前从来不会关机，更不会不回我的消息，这次他连工作都辞了，到底想闹到什么时候？也许他只是想一个人静静。阿言，我们之间的事情，其实我可以去跟他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解释我们在国外确认了伴侣关系，还是解释我们瞒了他整整2年？他离不开港城，也离不开我。等他闹够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密码错误，请重新输入。许之佑，开门！你把密码改了是不是？别闹了，开门！哎，你谁啊？怎么在人家门口乱拍？这是我家，你们是谁？为什么会在里面？傅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套房子昨天已经完成了过户手续，现在的产权已经属于这位陈先生了。你说什么？过户？谁给你们的权利卖这套房子？傅先生，您冷静一点。这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许之悠小姐，当初买房的时候，全款都是许小姐一个人付的。购房合同和房产证上自始至终都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，她有绝对的处置权。我们所有的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。你就是许小姐口中那个连婚礼都能逃跑的前任吧？许小姐说了，这房子卖给谁都不卖给负心汉。我们全款付的痛快，她也卖得干脆。你呀，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碍眼了。
阿言，等这些向日葵开了，我们的家就完整了。许之友，你真的连我们的家都不要了？你好，我是今天入职的许之嫣。许总监您好，周总已经交代过了，请您直接去顶楼的会议室，他正在等您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新聘请的技术总监许之嫣小姐。周总，许总监在港城的研究确实不错，但我们 RQ 目前进行的是集团重点商业化项目，空降一位总监是不是有些太草率了？这是我针对 RQ 目前1期项目做的数据修正。你们在第3阶段的衰减率上出现了 0.03% 的偏差，导致后续所有实验无法闭环。我的方案可以将这个偏差缩减到0。这是核心实验室的权限卡，你需要的设备和团队随时可以调用。谢谢你，周总。在公司叫我周总，私底下我更希望你叫我学长。欢迎回来，许之王。阿言，这个案子终于结了。这2年，在国外的每一个晚上，都是我陪着你熬过来的。阿言，如果没有阿武，你会不会选择我？回国后，我会找机会跟阿婉说清楚。我不怕的，阿言。只要现在你是我的。西眼去京北了，好像是去找许之无。许之无，许之佑，你都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勾着他？你到底还要拖到什么时候？你又去京北了，去找他？婉莹，我说了，我和他的订婚关系需要一个正式的了结。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？无理取闹？傅希涵，我们已经在国外确认了伴侣关系，你现在跑去京北找你的前未婚妻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现在还不是公开的时候。阿武刚走，如果这时候传出去，我的律所还有你的名声都会毁了。你是不想毁了名声，还是根本舍不得他？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。来，昨天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这段时间辛苦各位了。哎呀，我们周总平时最讨厌这种应酬了，今天居然全程作陪，看来许总监的面子确实大啊。
周总，你一直都这么照顾新人吗？那要看这个新人是谁。知物，西眼托我把这些话转告你，他一直在找你，说那天真的是误会。徐总监，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刚来京北，水土不服没休息好？我没事，只是昨晚看文献有些晚，多谢关心。刚才我上来的时候，听前台说有个港城的号码一直往公司总机打，指名道姓要找你，需要帮你拦截吗？不用理会，以后这种电话直接挂断就行。刚来就这么拼，港城那边的拼命默娘作风带到京北来了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身体才是第一位。习惯了，闲下来反而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是你一直想要的，港城那个项目公开可核验的数据。我托人在海外学术库里调出来的，对你接下来的实验有决定性作用。如果不想看手机，就看这个。这些数据足够你研究3天3夜，保证你没心思去想别的事。学长，谢谢你。好，开工。知物，你那个科研项目拉不到投资就先放放，安安心心准备婚礼不好吗？别整天搞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事业心太重，不利于你兼顾婚礼。婉莹在律所那么忙，是因为她有天赋，你不一样。周总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身为老板，加班是常态。况且，我发现某人把自己排进了夜间实验表，我只能来监督了。我只是想尽快把这个断点攻克，你没必要陪我好。这是公司项目，不是你一个人的账，2个人效率更高。况且，我对这个断点也有点想法。这里的误差值和理论值完全吻合。困了就睡10分钟，剩下的收尾工作我来。你好，我找研发部的许志武。傅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许小姐已经离职了。离职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上周，许小姐办完了所有的交接手续，连年假转线的字都签了。她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了，所以我们无法提供她的任何联系方式。小陈，知雨平时跟你关系最好，她离职去哪儿了，你一定知道，对不对？傅大律师，您现在知道着急了。知友姐在这加班到深夜，胃痛到住院的时候，您在陪宋婉欣在国外看极光吧？这是我和她之间的私事，我只想知道她现在在哪儿。我不知道。
就算我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。知悠姐过得很好，你别打扰她。你说爱我太过浪费，太过浪费，太过愚昧，都是我一厢情愿。尝试过爱恋，尝试过缠绵，最后还是失眠。哦，最无助的黑夜，都是你抽的烟。傅夕阳，只能是我的。许之嫣，你已经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勾着他的婚？婉莹，我今天很累，别烦我。阿言，我只是关心你。你今天去他公司了是不是？你还在找他？我说过，我和他的事情需要一个了结。你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？了结？你要怎么了结？傅夕颜，你看这张照片，你当初在国外签字的时候，没人逼你。你当初不是被逼的，你现在后悔了，想回去当你的深情未婚夫了。阿言，你看清楚，站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也只能是我。徐总监，你的修正方案在理论上确实完美，但实际应用中，高压环境下的材料损耗率，你考虑过吗？如果损耗率超过 2%， 这个项目根本没有商业化的可能。高总的顾虑很合理。这是我们实验室昨天刚完成的极限压力测试数据。采用新型纳米涂层后，在超高压环境下，材料损耗率被成功控制在 1.2% 以内，远低于您的预期。徐总监，请等一下。刚才在会上，我不是故意针对你，只是第3阶段的衰减公式，我一直没想通。你把这2个变量合并，再代入热力学第2定律试试。我明白了，谢谢徐总监，以前是我狭隘了。看来我们的许所长不仅技术过硬，收服人心的本事也是一流。我只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论上，用数据说话最省力。徐总监，今晚能准时下班吗？不是说好今晚准时下班，一起去吃那家新开的私房菜吗？对不起，学长，最后一组数据有点偏差，我想复核一遍。你先回去吧，不用等我，我可能还要很久。徐之王，你对完美的定义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不过，既然我的技术副总经理要加班，我这个当老板的也只能舍命陪红颜了。
弥漫的烟散不出，留在房间。我在窗前望着说吧周怀瑾，醒醒！总是失望，对自己和明天。傅律师，您之前让我打听的关于许小姐的消息有眉目了。她在哪里？许小姐去了京北，入职了 RQ 集团，现在是他们的技术总监。帮我订最快去京北的机票。你要去京北，去找许知一？万鹦鹉说了，我和他的事情需要一个正式的了结。了结？傅夕颜，你别自欺欺人了。你以为你去了他就会原谅你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在国外确认了伴侣关系。那份确认书是怎么来的？你心里清楚。如果不是你当时……够了！傅夕颜，签字的是你，提交确认的也是你，现在你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头上。我会处理好这一切，但不是现在。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傅夕颜，你现在去找他，只会让你自己显得更难看。搬家怎么能不叫我？要不是问了行政，我还不知道你今天搬过来。只是些简单的行李，我自己能搞定，不想太麻烦你。新家总要有点活气。这几盆向日葵是我特意挑的，好养也喜庆。怎么了？不喜欢吗？没有，很喜欢。谢谢你，学长。周总，我们这次带着极大的诚意来和 RQ 合作，但这个项目的核心算法，我们希望能由您亲自把关。毕竟，有些刚加入 RQ 的技术负责人，可能不太适应我们这边的研发节奏和技术标准。张总，我想您搞错了一件事，在 RQ， 技术问题他说了算。既然您提到了技术标准，那我们就来谈谈贵司方案里的3个致命漏洞。第一，贵司在热力学传导公式中忽略了高寒环境下的材料收缩率，这会导致设备在零下10度时直接停摆。第二，你们的信号抗干扰算法还停留在3年前，在京北这种高频电磁环境下，数据丢失率会高达 5%。第三，贵司的预算评估里，材料成本少算了1000万，因为你们用的是淘汰的2代芯。徐总今天果然名不虚传，是我们考虑不周了。刚才表现得真稳，3言2语就把那个老狐狸镇住了。以前不稳，没人听。在港城的时候，我总觉得只要自己退一步，别人就会多听我一句。后来才发现，
退让只会让人觉得你软弱可欺。以后有人听。先生，请问您找谁？有预约吗？我找你们的技术总监许之优，我是他的朋友。抱歉，许总监今天下午有闭门会议，不接受任何无预约的拜访，请您离开。好，我可以在外面等。救我！阿野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律所的人说你请了假，你是不是去京北了？你回答我啊！许之遥，你真的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了吗？我们团队通过3年的攻关，在靶向蛋白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紧张吗？今天来的媒体不少。不紧张，数据都在脑子里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好，我在台下看着你。许小姐，听闻您之前在港城的研究已经接近尾声，为什么会突然选择放弃，跳槽到京北的 RQ？ 中间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，或者是 RX 给出了无法拒绝的天价年薪？人总要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。RQ 给了我最纯粹的科研环境和足够的尊重，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人总要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。RQ 给了我最纯粹的科研环境和足够的尊重，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人总要去更适合自己的地方。RQ 给了我最纯粹的科研环境和足够的尊重，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许之武，你凭什么这么体面？傅律师，关于第3条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，你为什么写的是3年？对方明明要求的是5年，这种督级错误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团队里。抱歉，是我看错数据了，我会立刻修改。谢，你最近的状态太差了，私事归私事，别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来。合伙人会议上已经有人对你有意见了。阿言，今天试婚纱，你什么时候能到？在开会，你先试，婉莹帮你看就行。阿言，我妈妈的忌日快到了，我们一起去墓地看看她吧。那天有个重要的庭审，走不开，你替我跟阿姨说声抱歉。没有下次了。徐总监，第3次模拟的衰减率还是卡在0.05%，无法降下去。如果这个参数降不下去，
接下来的抗压测试根本没办法进行。把热膨胀系数调低2个点，重新计算。如果调错热膨胀系数，材料在极寒环境下的韧性会打折扣，这不符合安全标准。我们不能为了追求衰减率而牺牲材料的底层物理安全。学长，纳米涂层有自适应补偿机制，韧性不会降低，数据我已经复核过3遍。好，听徐总监的，按许之窝的方案修改参数，重新导入模拟器。成功了，衰减率降到0了，自适应补偿机制完美运行。徐之言，我输的服气。学长，你的手流血了。没事，刚才搬仪器时不小心蹭了一下，不碍事。别动，破口挺深的，不处理会感染。可能会有点疼，忍着点。不疼，那就麻烦徐总监了。我可以追你吗？周怀景，我不喜欢玩笑。谢谢学长送我回来，路上开车小心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徐之望，从16岁在物理大赛上看到你开始，我就一直看着你。学长，我刚结束一段很难看的关系，现在没有精力，也没有心思去考虑感情。我不想骗你，我现在的状态没办法给任何人对等的感情。公不公平由我说了算，你只需要往前走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上去吧，早点休息。晚安，徐之我。阿武，我们能聊聊吗？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。阿武，我和阿倩在国外完成了伴侣登记申请，真的是只是当时情绪冲动，我没想伤害你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是太爱傅熙妍了，我没想抢走你的东西。你不需要向我解释，你该面对的是你们自己。宋婉莹，从我离开港城的那一刻起，你们的事情就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难道就一点都不恨我吗？你装的这么大度给谁看？你以前明明那么在乎傅熙和，现在说放手就放手，你根本就是虚伪。不恨，因为不在乎。傅熙妍，你为什么一直不愿公开我们的关系？我们已经在国外确认了伴侣关系，我至少是你那段关系里承认过的人，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所有人？婉莹，我和他虽然只是订婚，可8年的感情不是一句结束就能抹掉的。我现在闭上眼睛，全是许之墨走的时候那个眼神，你让我怎么在这个时候公开？那我呢？国外那份伴侣关系确认书又算什么？傅熙妍，你别忘了，当初在国外是你主动牵着我的手去确认关系的。那张证是怎么来的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我们当时都太冲动了，如果不是我们一时糊涂，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傅熙辰，你现在后悔也晚了，我们已经是海外伴侣关系里的2个人了。你现在想回去找许之宁，你觉得许之宁还会要你吗？许之宁在京北过得比谁都好，许之宁身边已经有周怀景了。婉莹，我们都错了。错了，可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
徐总监，吃点水果。那个，我刚才下楼拿快递，看到前几天找你的那个女人还在大楼外面的广场上转悠。她看起来状态不太好，一直盯着咱们大楼门口。要不要我跟保安科说一声，让他们把人请走？不用管她，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就行。可是，明天就是咱们项目的发布会了，万一她到时候在现场闹起来，影响多不好。她没有那个胆量，也没有那个本事。发布会的入场券审核做好了吗？都核对过了，所有受邀媒体和行业专家都是实名制入场，安保级别也是最高的。辛苦了，去忙吧。这样去找你。明天的发布会，安保人员我增加了1倍。我听说宋婉莹这2天一直在公司附近，需要我出面让法务或者安保直接处理私人骚扰吗？谢谢学长，但真的不用。他影响不了我，也没必要为他浪费公司的公共资源。他现在做这些不过是不甘心罢了。只要我不接招，他自己就会觉得无趣。好，听你的。但如果他有任何越界的举动，我不会袖手旁观。发布会的流程你看一下。明天的发布会，媒体提问环节我已经让公关部做好了预案，不会有任何刁难的问题。学长，你帮我考虑的太周全了。因为你值得。这一次，你只需要站在台上发光发热，剩下的全部交给我。喝口水，歇一会儿。最后一组日理学传导数据必须再跑一次，确保明天的演示万无一失。好，我陪你。这里的波形稍微有些不稳，可能是传感器灵敏度的问题，需要微调一下。学长，你的眼睛真毒，这么细微的偏差都能看出来。学长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我说过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账。数据已经全部核对完毕，明天一定会非常顺利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今晚必须保证充足的睡眠。好，听学长的。很漂亮，今天你绝对是全场的焦点。别紧张，台下都是业内最专业的学者和媒体，他们是来见证奇迹的，不是来挑刺的。我不紧张，只是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。在港城被否定的那些研究，今天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。他会得到他应有的荣誉，你也是。徐总监，发布会还有5分钟开始，请准备当台。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，我是 RQ 的技术总监许之乌。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最新的物理科研成果。感谢徐总监精彩的讲解，接下来是媒体提问环节。许小姐，据我们所知，这个项目最初是在港城立项的，您为什么会选择在京北重新发布这个成果？
因为这里给了我足够的尊重，也让我明白，成果和人生都该放在对的位置，在对的地方，付出的努力才会被珍惜，而不是被当成理所当然的妥协。徐之望，你今天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你做到了。谢谢你，学长。如果不是你一直支持我，我可能走不到今天。我说过，你只需要往前走，剩下的交给我。走吧，外面还有很多媒体等着采访你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之望，恭喜你，我能单独和你聊聊吗？周总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和之王单独说几句话，解释一下国外的那些事儿。傅律师，这里是 RQ 的发布会或后台，请你离开。徐总监现在需要休息。学长，没事，让我和他说吧。之王，国外那份伴侣关系确认文件真的只是个意外，当时婉莹的情绪很不稳定，我一时糊涂才在确认文件签了字。我回国后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解释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不用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傅希言，你和宋婉莹在国外确认了伴侣关系，而你回国后还继续心安理得的和我筹备婚礼，你甚至让我一次次筹备婚礼，一次次失望。这中间有整整2年的时间，你有很多机会可以告诉我真相，所以这不是误会，是你的选择。你选择了隐瞒，选择了既要享受我对你的照顾，又要霸占宋婉丫给你的新鲜感。之王，我真的爱过你，我没想过要彻底失去你。傅希言，到此为止。许之沃，你少在这里装清高，你以为你现在成了技术总监就高人一等了吗？婉莹，你别闹了，快放开！我凭什么放开？傅希言，我才是你海外伴侣关系里的那个人。许之悠，你今天在台上说那些话，不就是想证明你赢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现在特别了不起？我没有和你比过，从始至终都是你自己在和自己过不去。你抢走的东西，在我眼里早就一文不值了。两位，发布会已经结束，如果你们还有私人恩怨，请出去解决。这里是 RQ 的私人区域，不欢迎外人。只有我们走。阿言，你还在想他对不对？婉莹，我们都错了。我没有给过志云安全感，也从来没有真正给过你安全感。可我们已经确认过海外伴侣关系了，这是事实。那确认书不过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做出的错误决定。我们把国外那段伴侣关系处理清楚吧。傅希言，你真的想好了？签了字，我们在国外的那段关系就正式终止。婉莹，拖下去对谁都不好，签字吧。你这么急着和我撇清关系，是为了去向许之友表忠心吗？这和知遇没有关系，是我们之间早就走不下去了。
阿言，你现在自由了，你是不是还要去 RQ 找他？这样，这是2期项目的商业化推进表，你看看。公关部和市场部已经对接好了，你只需要负责技术审核。好，我下午会把第一批审核意见整理出来。关于下一阶段的成本优化方向，初步方案是缩减后期测试成本。我们建议适当减后期验证测试的批次，能压缩约 15% 的落地成本。测试环节是安全底线，不能因为预算而缩减。徐总监，你觉得呢？我同意周总的看法。后期的热力学测试关系到材料的极限寿命，任何缩减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。学长，伞歪了。这算不算一点进步？之王，谢谢你愿意来见我。这些天，我一直在想我们以前的事，我才发现，我以前有多自私。我习惯了你的包容，习惯了你永远在原地等我，所以我忘了珍惜。我把你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，甚至在伤害了你之后，还觉得是你在无理取闹。只要对不起。傅希言，你现在明白这些是你的事，但我不需要参与了。你的道歉，你的忏悔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志野，我们真的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吗？做朋友是对彼此的折磨。傅希言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自己吧。以后别再见了。谈完了，累不累？不累。学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路过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请我们的技术总监吃顿晚饭。那家私房菜味道不错，去试试。周怀瑾，我可以试着往前走。植物，你认真的？那我慢慢陪你。后续的商业化落地，按这个节奏推进。蚩尤，恭喜你，2期项目的分红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了。周总，大清早拦着我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不，我是来谈另一件更重要的事。徐之王，这一次换我走向你。周怀瑾，之王，从16岁在物理大赛上看到你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等这一天。这1年，我看着你重新站起来，看着你发光发热。如今，我终于有资格站到你身边，请求你让我照顾你的余生。周怀瑾，
这次别让我等。周怀瑾先生，您是否愿意娶许知武小姐为妻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坚定地守护她，爱重她。我愿意。许知武小姐，您是否愿意嫁给周怀基先生，与他携手共度余生？我愿意。今天，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，我宣布，按照董事会已通过的核心项目贡献激励方案，将 RQ 核心项目未来收益权的 50%授予我的妻子许知颖。这不是彩礼，也不是施舍，这是许知王作为 RQ 核心项目的共同创造者应得的尊重与地位。谢谢你，周怀瑾。许知安宁今天乖不乖？有没有听妈妈的话？乖，安宁最乖了。手续都办好了，我打算下周带安宁回一趟港城，把妈妈的骨灰迁到京北来。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了，公司最近2期项目上市，你这个大总裁根本走不开，我自己能搞定。而且我也想带安宁去见见外婆。好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给我打电话。安宁乖，先和助理阿姨去车里吃布丁玩画本，妈妈去给外婆搬家，很快就回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宁听话。妈妈，外婆的新家漂亮吗？漂亮，外婆的新家开满了向日葵。去吧。妈，我带安宁来看您了。我们在京北过得很好，今天我来接您回家。阿武，我刚刚在墓园大门口看到助理抱着个小女孩，那是你的女儿吧？长得真像你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这些年，我偶尔会来看看阿姨。以前阿姨对我很好，我是来向姨忏悔的。阿武，对不起，那时候我太糊涂，也太贪心了。我从小什么都没有，看到你身边有人护着你，看到傅西城那么多年都围着你转，我嫉妒的发疯。我以为抢走傅西城就能证明自己也是配被爱的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抢来的东西根本不是爱，只是我的执念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会原谅你。宋婉莹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，我不想和你有任何交集，也不想和你重新开始做朋友。你在我的生命里只是一个过客。我知道了，阿武，你真的很强大，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清醒。阿言的事情你听说了吗？他去年病故了，他其实很早就查出了旧疾，但他一直瞒着没说。后来病情恶化，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他临走前说最想见你一面。阿武，你真的一点都不难过吗？
他到死都在念着你的名字。我知道，你早就知道。去年医院给我打过电话，说他快不行了，最后一个心愿是见我一面，但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那毕竟是他的最后一面，你连一个将死之人的心愿都不愿意满足吗？因为没有必要。傅希衍这辈子欠我的，已经在我们解除那段关系的那一天彻底清算干净。我不想去见他，不是因为恨，而是因为他已经不配再进入我的人生。过去的人就该留在过去。你真狠心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想知道他最后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吗？不想。妈妈，你回来啦！外婆接到了吗？我们回家吗？外婆接到了，我们回家。